2024香港最新民俗恐怖片7月返归，因为过于含蓄的政治隐喻，导致很多观众在看完后都一头雾水。而我也是在看了好几遍之后，又结合部分影评才稍微明白了一点点。后面会有大篇幅的详细解析，纯属个人观点，请勿当真。友情提示：看过原片后再来看解说可能会更容易理解。现在开始进入剧情解说部分。这个漂亮女人名叫林怡，曾是某剧团的知名花旦，虽然获奖无数，但还是难逃家庭主妇的悲惨命运。自从被丈夫抛弃后，她就独自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担。儿子阿荣天生阴阳眼，总能看到一些脏东西，因此成为了同学眼中的怪胎。阿荣不以为然，可林怡却因长时间的异样眼光被折磨成了半个精神病人。为了不让儿子再看到那些脏东西，他便找到大师给阿荣封印天眼，没想到对方却是个以坑蒙拐骗为生的江湖骗子。本着标本兼治的职业操守，他将阿荣按在地上一顿毒打。果然这招才是最奏效的法术。从那之后，阿荣就再也没说过见鬼之事。很显然，这就是他为了免受皮肉之苦的脱身之计。虽然阿荣嘴上不说，但林怡还是觉察出了异样。为了感受阿荣见鬼的恐惧心理，林怡便找到大师帮自己开天眼。而对方的做法也是超级简单，就是让女人脱光衣服占点小便宜。没多久，林怡就彻底变成了疯婆子，见人就说自己拥有了阴阳眼，甚至还逼迫阿荣喝下毒药水和自己一起死。还好舅舅及时赶来，阿荣才摆脱了这个精神分裂的母亲。事后舅舅将阿荣带到加拿大生活。转眼时间来到20年后，此时的阿荣已长大成人。可这晚他却突然收到了香港老家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林怡生命危在旦夕，希望他能赶快回来一趟。阿荣下意识地向后看去，发现母亲就坐在后面死死地盯着自己，然后大嘴一张露出了半截残缺舌头。阿荣被吓得瘫倒在地，下一秒母亲就消失不见。阿荣以为这是他思念母亲所产生的幻觉，也没当回事。为了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第二天他就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这是阿荣出国多年第一次回家，因为那些不堪回首的童年经历，阿荣似乎并不喜欢这里，但对他来说最值得庆幸的就是自从出国后自己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些脏东西，所以这次回来他也没有丝毫厌恶感。医生说林怡在家中烧炭自杀，还好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一直昏迷不醒。他认为是病人灵魂出窍找不到回家的路，才会出现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但具体什么时候能醒就得看他的生存欲望，意思就是他想活就能早点醒，不想活就永远醒不了。其实这些话就为后面林怡的死埋下伏笔，如果死后的世界对他来说一片美好祥和，他又怎会回到人间饱受苦难呢？所以说即使他回光返照，那也是鬼魂在作祟，或者是有什么阴谋。除此之外，阿荣还得知了一个离奇怪事，那就是母亲被警察救出来时舌头已被剪断，这和阿荣之前看到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那说明他之前看到的应该就是妈妈的鬼魂，也就是说他的阴阳眼并没有消失，而是他假意视而不见。为了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阿荣只得回到多年未归的老房子，可道路两侧烧香祭拜的住户却让重回故里的亲切感荡然无存，因为再过几天就是7月15鬼节。其实这也不是最要命的，因为楼道里阴冷和怪异才更加瘆人。先是蓬头垢面的精神病大姐，接着又是抱着纸扎汽车独自玩耍的小男孩，再加上楼道里的死寂和几束晦气的白雏菊。看着眼前的不祥之物，阿荣直接将其扔在了地上，可对门的胖叔却好似捡到了宝贝一样，整齐地摆放在自家门口。看来此人也并非一个正常之人。阿荣打开门刚要进去，刚才独自玩耍的小男孩就好像进自己家一样冲了进去，并且还无拘无束地玩了起来，说明小男孩和林怡应该很熟悉。这时阿荣也看到了母亲自杀所用的煤炭和剪刀，小男孩临走前将心爱的纸扎汽车送给阿荣。阿荣本不想收下这种死人玩意，无奈男孩过于热情，他也只得勉强收下。男孩离开后，阿荣便开始收拾行李，却无意间从衣柜里找到了一沓信件，这些全是林怡寄给阿荣的，可是却全都因查无此人而被退了回来，说明林怡一直都惦记着儿子，他希望和儿子团聚，尽享天伦之乐。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一张未寄出的红色信件，奇怪的是收信人却是706的林怡，而林怡现住606，那706的林怡又是谁呢？阿荣只当是母亲精神病发作随便写的东西，也就没有多想，随后便拿起儿时玩具端详了起来，却突然听到楼上一阵阴阳怪气的鬼叫。为了掩盖这种嘈杂声，阿荣打开了电视机助眠，可闷热的气候根本无法安心睡下，于是他就想打开窗帘透透气，结果却看到了住户磕头祭拜的诡异画面。因为太过晦气，阿荣直接缩了回去。为了稍微凉快点，阿荣又打开了上铺的小窗户，却发现邻居胖叔正站在那里傻笑，身上还耷拉着一只黑鬼手。下一秒，身后的黑影就向阿荣冲了过来，而这个黑影就是阿荣小时候在家中看到的脏东西。等他再看时，胖叔已消失不见，阿荣只得瑟瑟地关上窗户等待天亮。然而天刚亮，警方就来到了这里，原来是邻居胖叔昨晚上吊死在了家中，而且舌头也被剪刀剪掉了半截。对此阿荣很是纳闷，既然想上吊自杀，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割舌而亡呢？想到有着同样惨状的母亲，阿荣认为这并非死者人为，而是有某种邪祟在背后作怪，而这个邪祟很可能就是昨晚见到的黑影。虽然死者疑点重重，可警方却不管不顾，而是直接将其定性为一起自杀案。原来这栋老楼里除了林怡和胖叔外，还曾发生过多起这种割舌自杀案。
就在阿荣愣怔之时，被抬出的胖叔尸体却一把抓住阿荣。阿荣害怕不已，赶紧将其甩开。可胖叔明明死去，又怎会起死回生呢？由此可见，阿荣现在看到的就是胖叔的鬼魂。因为儿时见鬼的恐怖经历，阿荣再次选择视而不见，随后便来到楼下遛弯，正好见到了以纸扎为生的老邻居钟叔。钟叔因为手里有活走不开，便让阿荣帮忙把纸扎书包带到自己对面的摊位去。而这个纸扎书包就是钟叔专门为某人定制，阿荣闲来无事就带了过去。在这里，他看到了各种逼真的纸扎道具。这时钟神走了出来，他一眼就认出了阿荣，说着就聊起了阿荣小时候的事。没多久，钟叔也赶了过来，他招呼阿荣过来选些东西以备之需。阿荣以为钟叔在开玩笑，也没当回事，因为母亲还有最后一口气，所以根本不需要。殊不知他早已掉进了这些邪恶之人的陷阱。看着这里各式各样的纸扎，阿荣突然想到小男孩送的纸扎玩具车。钟叔表示那是自己送给他的玩具，虽然这些死人玩意比较晦气，但对于一个孤独小孩来讲，有玩具总比没玩具要好得多，所以那个纸扎书包应该也是给男孩准备。钟叔还提醒阿荣不要接近小男孩，具体什么原因并没有说明，总之一句就是为阿荣好，也为大家好。阿荣没有继续追问，便转身回了家。可是电梯却停留在7楼没了反应。透过监控，他看见小男孩正害怕地躲避着什么。虽然钟叔不让阿荣接近男孩，但是人命关天，他也顾不上那么多，直接爬楼梯跑到了7楼。看到男孩身上的伤口，阿荣便将其带回家中清洗包扎。同时男孩也将自己的离奇遭遇说了出来。原来他也是天生阴阳眼之人，今天本想乘电梯到6楼，可电梯却从1楼直接飙到了7楼。等电梯门再打开时，一群鬼小孩却出现在眼前。男孩害怕不已，就想关上电梯门离开这里，可电梯门就是关不上，自己还被突然出现的鬼脸吓倒在地。听到这些，阿荣便将自己的经验分享了出来。他说只要假装看不见那些东西，等长大了自然就会看不见。可男孩却说自己并不是害怕他们，而是担心自己会死。据说凡是去过7楼的人都会死，那个胖叔就是去过7楼后死的。阿荣觉得这是巧合，根本不足为奇，而这就是男孩第一次向他求救。就在这时，男孩的母亲找了过来，可男孩却说女人并非母亲，只是像母亲而已。阿荣没有继续追问，便将男孩交给了女人。可男孩却一脸无奈，并不想和女人离开。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人还是鬼呢？结尾将会告诉你答案。晚上阿荣洗澡时，突然听到阵阵哭泣声，凑近一听，竟是隔壁小男孩的声音。这是男孩第2次向他求救。这时门外又传来敲门声，阿荣以为男孩的声音是自己的幻听，就来到门前开门。透过猫眼，他看到了一位推销员，可是打开门后却没了人影。然而没多久，敲门声再次传来，阿荣以为是推销员，气愤不已，没想到竟是邻居钟叔钟婶老两口。老两口表面上是给阿荣送大补汤，其实是想打听阿荣的阴阳眼。阿荣表示自己根本就没见过鬼，那都是小时候的胡言乱语，但老两口还是从阿荣的紧张表情里看出了端倪。可是他们并没有当场揭穿，而是转身离开了这里。由此可见，这两人肯定不是啥好人。这时阿荣也拿起勺子喝了起来，果然是大补汤，刚喝2口就飘飘欲仙。你说是大补汤自带大补呢，还是自带迷药呢？这一夜阿荣安安稳稳的睡了整整1宿。为了找到母亲割舌的真相，阿荣找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这栋楼自带邪气，以前就曾发生过多起这类割舌自杀案，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死前都去过7楼，而灵异在出事前也去过7楼，可7楼根本就无人居住。那灵异去7楼做什么呢？结合小男孩的见鬼经历和自己从楼上听到的异响，阿荣觉得母亲会割舌自杀应该也是和邪祟有关，于是他就决定到7楼一探究竟。没想到却正好遇到了准备回家的钟婶，他看到阿荣要去7楼，一脸嫌弃，甚至还叮嘱他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打扰人家。阿荣作为新时代热血青年，当然不信这一套，他毅然决然地来到了7楼。然而这里的真实场景却让他大吃一惊，因为这里并非社区人员所说的无人居住，而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其中就有小男孩的母亲。原来这个女人竟是个水性杨花之人，看着她那充满诱惑的眼神，阿荣转身来到了706房。这时一阵小孩哭声又从不远处传来，阿荣循声过去查看，结果却看到了无数小手掌，他焦急地四处寻找救援人员，没想到下一秒四周就变成诡异红色，同时自己也被困在了死胡同里。就在这孤立无援的恐惧时刻，对面又走来一个穿着戏服的女人，虽然她与母亲甚似相似，但这种环境下还是让她无法接受。随着对方的越来越近，阿荣的精神也几近崩溃，还好女人并没有伤害他，而是帮他打开了这扇阴间之门。阿荣一口气跑回了自己房间，这时他突然想到母亲寄给706的那封信，为了揭晓刚才女戏子的真实身份，阿荣颤颤巍巍地打开信封，可里面除了一把钥匙并无他物，而这把钥匙很可能就是706的钥匙。但此时的阿荣早已被吓破胆，只得担惊受怕地度过这个不眠之夜。第2天，阿荣找到警察和社区工作者，并将自己在7楼的见闻说了出来。他本想让警察解救那些被困的小孩，却无意间在疯女人身后看到了恐怖黑影，结果下一秒他就跳楼自杀死在了眼前。看着疯女人手里的半截舌头，围观居民却露出了满意一笑。很显然这些人也被邪祟蛊惑。想到7楼的求救小孩，阿荣担心怪事再次上演，便让警察到7楼查看一番，可保安却表示7楼已经封闭多年，
根本不可能有活人。无奈警察办案，他也只得重启7楼电梯。既然7楼电梯一直是封闭状态，那阿荣昨晚乘坐的电梯又是怎么回事呢？难不成是坐上了鬼电梯去了阴间一趟吗？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然而电梯到达7楼时，呈现眼前的却是2堵坚实水泥墙。阿荣坚信昨晚看到了热闹场景和小孩求救，但现实摆在眼前，又有谁会相信他呢？可是他和小男孩都曾去过7楼，并且全都看到过一些恐怖景象，为何真实的7楼却是这样呢？那就说明他们2人看到的是阴间鬼楼，而这个阴间鬼楼只有阴阳眼的人才能看到，所以说阿荣看到的全是阴间的场景。这也就说明现实中的男孩母亲和灵异都已死去，如果后面继续露脸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魂魄。农历7月13这晚阴风阵阵，女人也化上了精美妆容，家中还摆满了各种纸扎，其中就有阿荣第一次见到的纸扎书包。男孩玩着纸扎飞机，女人却不闻不问，显然这并非一个正常的母亲。这也和男孩之前所说相吻合，说女人像母亲但不是母亲，因为人和鬼长相虽一样，但想法却不一样。真人母亲对儿子是真爱，而鬼母亲对儿子却全是害。看到时间差不多，女人便让男孩去扔垃圾。就在男孩丢掉垃圾准备回家时，那群小鬼却再次出现，并引诱男孩一起玩游戏。与此同时，阿荣再次听到了求救声，他循声来到楼下，正好碰见先前的推销员。面对男人的喋喋不休，急于救人的阿荣直接将他推倒在地，没想到一把剪刀却从男人身上掉了下来。其实这个推销员也是个鬼，只是一个还没有割舌的鬼。阿荣以为是人，没有理会，转身来到了其他地方。顺着求救声，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在阿荣准备上前询问时，小女孩却突然在眼前自燃。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阴阳眼已恢复正常。其实并不是那些年他看不见鬼，而是鬼没有找过他，让他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没了阴阳眼。就在阿荣战战兢兢往家跑时，和鬼玩耍的小男孩却突然叫住了他。他说那些东西太真实，自己已经很努力地装作看不见，可他们为何还要来找自己呢？对此阿荣也无言以对，因为有些东西并非你视而不见就真的可以看不见。阿荣看到男孩和小鬼玩耍，一眼也不敢多看，闭着眼就扎进了自己房间。而这一夜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直等到天亮，阿荣才出了家门。他先是来到男孩家里寻找男孩，却不知男孩早已被昨晚的小鬼们抓走。虽然男孩没找到，但他却看到了一把和母亲信封里完全一样的鬼钥匙，而这也再次验证了男孩母亲和阿荣母亲已经去了阴间，而这把钥匙就是他们通往阴间的钥匙。就在这时，男孩母亲来到身边引诱，阿荣自知不妙，只得快速离开。这时钟叔跟小男孩正好过来，可男孩看到阿荣后却显得很害怕，反而和钟叔很是亲近。看来男孩已被昨晚的小鬼夺舍。钟叔说今天是个大日子，要阿荣过来帮忙。阿荣听后一脸震惊，还没来得及做出回答，就被告知母亲醒了过来。母子多年未见，喜极而泣，却不知此时的母亲就是一个害人鬼。她在这个大日子醒来，就是要带着阿荣一起参加鬼返晚会。所有人都为灵异的归来高兴不已。这时钟叔再次给阿荣端来了秘制大补汤，灵异也一个劲的对钟叔表示感谢。就此人鬼勾结残害亲儿子的戏份也正式开始。看着其他人的高酒杯，阿荣好奇的小抿一口，没想到世界瞬间就清静了很多。同时那些死去的邻居也出现在眼前，他们正在举杯庆祝，疯狂吃席。原来阿荣正在和一群鬼共进晚餐。这时终审宣布时辰已到，那些没有割舌的鬼们纷纷拿起剪刀开始割舌，随后又虔诚的举起膜拜。灵异见状催促阿荣也赶紧割舌，因为只有这样母子才会永远在一起。阿荣作为一个正常人当然不愿意在晚会上大闹特闹。这时女人也带着重磅人物走了过来，小男孩被五花大绑，好似死尸一般。原来他的血水早已顺着管道流进了酒杯，变成了这些人的酒水。钟叔和男孩母亲却笑容满面的看着一切。由此可见，男孩家中的纸扎品也全都是钟叔和男孩母亲联盟的杰作，就是让男孩变成他们的终极献祭品。阿荣无法容忍这些禽兽行为，努力挣脱束缚，想要上前解救男孩，没想到药效发作，直接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已来到家中，母亲也恢复了年轻时的容貌，身边还坐着一个漂亮妻子。妻子说，在这里你听不见也看不到，只要不多管闲事，就会一家平安喜乐。阿荣觉得不可思议，起身就要离开，却发现房间变成了纸扎房。他震惊地向后退去，穿破纸门跑了出来，上面标注的正是706房，而这个纸扎房就是阿荣第一次在终审那见到的那个模型房，同时也是母亲在阴间的房间号。而母亲为了阿荣能和自己团聚，竟然还给他提前选了个未来儿媳。原来这一切都是母亲在死前和钟叔等人密谋好的陷阱，只等着阿荣归来自投罗网。因为冲出了那个纸扎鬼屋，阿荣也从幻境中清醒了过来，而原本高朋满座的地方也变成了烧纸现场。随着那些纸扎道具的焚烧，那些鬼魂也全都回到了那个美好的阴间世界，只留下钟叔、钟审、阿荣三人。这时钟叔也拿着剪刀走了过来，意思就是只要完成割舌仪式，就能重新回到那个美好的虚幻世界。还好阿荣并没有那样做，操起剪刀就插进了钟叔身体。就这样，钟叔被迫去了那个美好世界，因为他才是所有悲剧的万恶之源。阿荣赶紧跑过去帮小男孩松绑，可他早就因失血过多变成了一具死尸。而阿荣在阴间鬼7楼看到的求救小手，其实就是曾经被钟叔等人献祭的无辜孩童。阿荣抱着男孩的尸体发出阵阵苦笑，因为这个人鬼勾结的社会已经没了将来，自己虽然有嘴有眼有脑，就算知道真相，就算想拯救世界，但最后也只能装聋作哑。
做个不能多管闲事的新时代行尸走肉。七月返归一语双关，表面意思是阿荣7月重返家园，重返母亲怀抱，实则是鬼节前夕人鬼共度割舌仪式的归返晚会，可以说是一部别具香港特色的政治恐怖片。系于母亲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导演之意不在鬼，在乎令人深思的社会现状，而现实往往比电影更恐怖。曾经的家早已不堪，想要活下去只能半忙割舌，共饮下一代的血，换取更好的将来。而结尾的烟火声，对于有些人是庆祝，对于有些人却是丧钟。一个以中枢终审为首的邪教组织，他们人鬼勾结，以愿意割舌安分守己就能拥有一个美好生活为座右铭，蛊惑那些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鬼作为忠实信徒。而那些试图揭秘真相的年轻人，则必须经过特殊仪式强制完成割舌和邪魔同流合污，吸取下一代的新鲜血水，从而生活在虚拟的美好幻想中。请问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热血青年，活在这样一个人鬼联盟的现实社会里，你会作何选择呢？或许做人做鬼都已不重要，因为被操控才是我们最终的宿命。